欠的有点多，欠了100万。什么？100万？静静，你想把我吓死呀？你说说你呀，整天妈安排你就不听，你怎么又去打牌了？妈，我这次真的知道错了，你把钱给我还上，我以后再也不去打牌了。你说的简单，这次知道错了，妈都说你多少次了，你怎么就不知道改呢？你说说，我这一个老太婆也不挣钱，我去哪弄那么多钱呀？妈，那这怎么办呀？他们要找到我，肯定不会饶了我的。哎，对了，找我姐夫，我姐夫不是有钱吗？静静，那可不行，你姐夫他虽然有钱，可是他和你姐还没结婚呢，我怎么能好意思给他借钱呢？妈，这不没有2天了吗？再说马上也就成一家人了，你先给他打电话救救我吧。妈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能不问我呀，妈。好了，我先给他打个电话，看看怎么样吧。淘淘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这个，要不再往下看看吧？那行，再看下一个。这个可以。你妈打电话呢，我接一下。喂，阿姨，怎么了？啊，那个淘淘也在我家呢。什么？去你家一趟？哦，那行，我知道了。要不然一会儿我们2个都过去。好。哎，怎么了？我妈打电话找你什么事儿啊？她电话里也没说。按理说咱们俩的婚事都已经商量好了，也没有什么事儿了。行了，你别想这么多了，咱回去看看不就知道了？那行吧，走吧。哎，阿姨，淘淘、正好你们2个回来了。妈，你叫我们回来，什么事儿啊？淘淘，不好了，我们家出大事了。怎么啦？阿姨，你先别着急，到底怎么了？春宝，你可要帮帮我们家呀！什么事啊？你说。你妹妹她打牌了，输了不少钱呢。什么打牌？静静，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？不让你打牌，让你把这个毛病给戒了。你怎么又打牌呀？谁说不是呢？她就是不听话。阿姨，这静静到底输了多少钱呀？春宝，我跟你说，这次她输的有点多，100多万呢。什么？100多万？静静，我早就听你姐说你打牌，但是你这打的也太大了吧？你这不是打牌，你这叫赌博，你知道不知道？静静，你姐夫说的你听到没有？我听到了，姐夫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们就帮帮我这一次吧，要不然我怎么办呀？是呀，春宝，你就帮帮静静吧。要是债主来了，不知道怎么伤害静静呢？你看看，我就这2个女儿，如果静静要是再出什么差错，这妈该怎么活呀？春宝，要不你帮帮静静吧，毕竟她还年轻呢。淘淘，这我知道，但是100万可真不是小数目啊。春宝，你看你家还开着公司，那么有钱，你先帮帮静静吧。阿姨，我是开着公司呢，可是你也知道，我最近家里事儿太多了，还买了车，买了房，那个公司里面也站着钱呢，这突然拿出来100万，我也没有啊。春宝，要不你找你那些朋友先借一借吧。妈，这不太好吧？这毕竟我跟尊宝我们还没有结婚呢。淘淘，这不就是再过2天你们2个就要结婚了吗？这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。再说了，我们是借，又不是不还他。可是，春宝，你不会不同意吧？那这样吧，阿姨，我回去想想办法，看能不能借到。行，姐夫，先谢谢你了。那行，那我先过去。哎，淘淘，你干嘛去呀？我跟尊宝一起去给静静想办法借钱呀。淘淘，你不用去了，你在家陪妈说说话吧，让尊宝自己去就行了。尊宝，你自己去吧。哦，那行，那淘淘你就在家里吧，
静静，你这次呼噜闯的不小啊，真是懒得说你。妈，你怎么不让我姐和我姐夫一起走啊？闺女，你傻呀！要是让你姐和他一起走的话，他要是借不到钱不回来了怎么办？这是你姐在我们家呢，他两个还没结婚呢，他不可能不回来。哦，原来这样。淘淘，这孙宝给你打电话了没有？这个钱他什么时候能送来呀？啊，我跟他打了，他说啊，他今天过来。那好，淘淘，妈告诉你，一会儿孙宝把钱拿回来了，你什么话都不要说，为什么呀？别问为什么了，听妈的就行了。好吧，到时候我不说话就是了。好啊。这2天找了好多亲戚朋友，终于啊把这100万给借到了。哎呀，这淘淘妹妹也真是的，怎么能赌博呢？要不然借这个机会试探他们一下。反正啊，我跟淘淘也快结婚了，这结婚以后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儿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就这样做。一定是孙宝来了，淘淘，可以开门。哎，来啦！师傅，你来啦。哎，淘淘，孙宝来了，快坐。这个钱借到没有？阿姨，这个钱我借到了，这100万都在这个卡里呢。哎呀，这还是孙宝有本事，你看看，这把钱都拿回来了。姐夫，这个钱你就给我吧，我赶快去把账先还了。啊，这个钱啊给你可以，不过你们呀要给我打个欠条。什么？孙宝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过2天我们都是一家人了，这还打什么欠条呀？这不好吧？对呀，姐夫，这给外人借钱才打欠条嘛，我们都是一家人了，打什么欠条呀？首先呀，这个钱啊不是我的钱，是我向朋友借的钱。还有啊，俗话说这亲兄弟还明算账呢，我觉得还是打个欠条比较合理一点。孙宝，这咱们都是自家人。再说了，你和我们家淘淘过2天就要结婚了，这打欠条，这不太好吧？没什么不好，我和淘淘结婚是一码事，这100万是另一码事，两码事不掺。那个这样吧，我刚才啊来得及，想要去上个厕所，你们呀先商量一下，啊。妈，那尊宝既然愿意让我们打欠条，我们给他打一个也不碍事儿啊。闺女，你过来。怎么啦？妈问你，是不是咱们是一家人？再说了，这孙宝家那么有钱，过2天你就要去他家了，这个钱咱没必要还给他，说是不是？是啊，姐。可是妈，那孙宝不是说了吗？他是找他朋友借的，那钱也不是他的。就你傻呀，闺女，他家那么有钱，他会借别人呢？他不会是骗咱们的？姐，你别相信他的话。淘淘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钱到我们手里，无论如何也不会还给他们家的。那行，妈，我听你的。这不就对了吗？这才是我的亲闺女。是吗？那个阿姨，淘淘，你们商量好了吗？商量好了。这到底怎么说的呀？这个欠条是打还是不打？刚才我们商量了，这个欠条呀，没必要打。是啊，姐夫，都是一家人，打什么欠条呀？淘淘，你怎么想的？你也这么认为吗？孙宝，你看，我们2个不是马上就要结婚了吗？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了，还这么见外干什么呀？这个欠条没必要打了。行，我明白了。那既然这个欠条不打呀，这个100万我也不借了。哎，姐夫，孙宝怎么能这样呢？我妹妹遇到困难了，你不能不帮啊！淘淘，怎么帮呀？在你们3个人的心里啊，我
根本不是一家人。还有，你的妹妹静静，她呀就是个无底洞。以后咱们俩要是结婚了，不知道有多少事儿。我要是现在把这个钱给你们，你们呀肯定不会还给我。以后啊还会找我要钱。我家有多少钱，够你们家这样挥霍的呀？不是，正宝，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很明白，你们刚才说的话，其实我都听到了。咱们这个婚啊，也不用结了。你们呀，好自为之吧。原本啊，我只是拿这100万试探你们一下，没想到你们一家人竟然是这样的人。看来我借这100万啊是值的，我现在就把他们还过去。我走了。哎，芝麻，静静，都怨你，这下好了吧？我跟你姐夫结不成婚了，这下你满意了？这怎么怨我呀？你别说了，静静，不怨你怨谁呀？都是你，说你什么你都不听，这是你姐的幸福也回到你手上了吗？